终于无聊了好一段时间啊！这下半年的新机终于要开始整活了。上半年可真是谢谢高通了啊，让咱好好体验了一大堆半成品，8家连夜把代工厂换成台积电。那第一台机子就是这台小米12S Ultra， 这外观怎么样？我只有一个问题啊，小伙伴们应该没有在618买12系列吧？虽然很想照顾一下用12的小伙伴们的情绪，但说实话，这是我近几年体验过第一感受最好的小米手机，它属实是今年极少数能让我眼前一亮的新机子。各种意义上的眼前一亮，但是这个超级离谱的1英寸底呢，并不是我们很多人之前想象的样子啊，甚至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一个路线。1英寸是个什么概念啊？就是你脸皮厚一点，就可以说这玩意儿是个卡片机。相机里面现在主流的传感器，最小的就是1英寸，像我的 ZV-1其实就是1英寸的底。用手机的角度来看，那简直是大的离谱。我打印了一个传感器尺寸的小卡片出来，但是放在 iPhone 上面，那几乎就和整个镜头差不多大。这小米还很贴心的在宣传册上面写清楚了，是完整1英寸。嗨嗨，我懂。但是要把这么厚的相机拍扁，背后的效果令人暖心，光看着就能想象得到设计师和工程师一起挠头的画面。光手机本体的厚度就已经超过 iPhone 13 Pro 了，然后一个小平台，然后再嘚儿一下一个大图台，这才把镜头塞进去。从顶上看是这样的，这肯定是最后的那一档没跑了。不过我个人觉得啊，这机子的外观还挺好看的，虽然很离谱，但是高级感还挺足。建议下来直接改送一个遮光罩哦。手感呢，居然也挺不错的，当然这个不错是照顾了这个1英寸的面子。最后的这个地方居然有14毫米，如果不告诉我，我几乎都看不出来。225克不能说轻，9.06毫米不能说薄，但起码相比于11 Ultra 是肉手可感的好了不少。不过要说也有个大缺点，它不能挂着当遥控器了，在意的小伙伴就不要买了哦。话说这个正面就还是老样子，没啥变化。你说既然4曲面都取消了，这 R 角能不能做得好看点？总觉得这奇奇怪怪的呢。回到相机哦，这个尺寸合并以后3.2微米的单位像素面积，平均每个像素比隔壁大了60%。我还是第一次在手机的宣传里面看到10.5档宽容度和 MTF 曲线这样宣传的。小知识，这俩都是相机里面的数据，分别代表宽容度和镜头的分辨率。看来小米真的很自信啊！大家还在这个多。这个是玻璃的，好，你直接给我来，不服跑个分。但是你怎么没写坐标值啊？这他妈的绝对是捣乱的是吧？某种意义上来讲，底大一级压死人也已经不存在了，这玩意儿就是个口袋相机。那再配上手机的算法，效果咋样呢？聊主视之前，先把另外2个随便看看吧。这 IMX586的传感器，当时16S 就在用了，怎么现在还能用啊？冷知识，16S 已经是3年前的手机了，19能不能整快点啊？不会直接放到车机上了吧？12S Ultra 另外2颗摄像头用的全是586，表现只能说意料之中吧，还行，但也没啥特别的，长焦略逊于 S22 Ultra， 超广角倒是比今年一众凑数的要好上不少，不过都没啥意思，还得看看这个主摄哦。首先必须要说，这个1英寸底的画质确实相当意外，边缘画质不错，焦点很平，远拍、近拍、逆光拍基本上没有遇到什么问题。费这么大劲儿整个镜组确实是有点东西啊，但是很可惜，我还是要先泼个冷水哦。如果你指望去小米之家试一试，然后非常 awesome， 这就是梦中情迹。不可能，到现在还能跻身1线的厂商，可没有哪个是靠运气的。单单说最后的照片质量，其实拉不开多少差距，解析力不错，但并不碾压。色彩，只能说还行。虚化确实大了很多，但是也不一定是优势，甚至极限夜景也没有很夸张的优势，预览还被反杀。哦，那这1英寸就是没意义喽？其实我觉得正好相反，意义很大，只不过它的意义不在于加法，而是减法。去年11 Ultra 的奇妙经历还在我的脑中阴魂不散，但是这回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哦。我同时点一下，你看12S Ultra 永远都快一些。我就算拿别的来比，也是它快一些。但是最关键的是这个按快门。这个提升还是很大的，几乎毫无延迟。还有个同样很重要，而且没那么容易发现的，就是这个成片率。作为用3只猫猫的 UP， 说句实话，很多时候安卓旗舰版还不如 iPhone 拍的顺手，尤其是这逻辑猫啊，一玩起来直接，呜呼！就连这样它也能拍到。离谱！有些机子还莫名其妙识别个夜景模式出来，修猫咪可不会等上你2-3秒凹个造型。
但是这次不一样了，1英寸底它抗噪啊！小米的工程师直接放飞自我，反正也没有多少噪点，拉就完事儿了。最离谱的时候，ISO 都拉到1万多了，夜景模式也没跳出来，甚至大伙们都纷纷切换到了2秒夜景模式了。12S Ultra 也只是轻微卡顿一下。可以看得出来，这次和徕卡合作确实进行了一些比较深度的调教。覆盖1英寸的大底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，2种色彩风格也不是简简单单的滤镜，而是会影响到整个画面的影调和曝光倾向。然而，相比于这一部分，我觉得小米自身的转变反而更加值得肯定。它并不如很多小伙伴想象中的那样，大底就要亮，大底就得是锐锐的。反而，小米利用它改善了很多以往很难处理的，甚至大家都已经习惯了的通病，比如降低烦人的锐化，提高成像速度。这并不是什么讨喜的做法，传感器更好了，那就减少一些算法的介入，提高速度，提升体验。虽然乍一看成片好像没啥特别的，但是我反倒觉得这好像才是手机里面大底的正确使用方式，提高日常体验，可比摸黑拍照实在多了。小伙伴们更喜欢哪种处理呢？更极限的画质，还是更注重拍照的体验？但是说到视频，我只能理解为还没优化好了。上来11 Ultra 的表现，那可是着实让我燃了一把。上了更大的底，反而还略逊一筹，不应该呀！好在上来各种诡异的问题都没有出现，发热控制也好多了。26度的室温，连续录了半个多小时，边框也就40度左右，没有停机，也没有卡顿。杜比世界的效果也意外的很不错，甚至有时候比苹果的杜比世界效果还要好。但是我小米能拍不能看。小米相册竟然放不了杜比世界，这啥道理啊？预感框里面也并没有任何 HDR 的效果，这种开盲盒的感觉太棒了。估计有些小伙伴要开始着急了吧？拍照讲这么久，买回来还不是扫码？我还真不认同。但是现在上原神，最高画质的时候平均57帧，室温27度的情况下，跑了15分钟也没有出现明显的掉帧。这时候机身温度大概就在40度左右，屏幕比较热，最高有接近45度。如果想要降低一下画质，跑个中画质的话，开均衡模式就已经绰绰有余了。你说高通是不是在 PUA 我们啊？本来是正常发挥的水平，居然觉得会好惊喜。不过在测试之前，我就能感受到这台机子确实是有很明显的提升啊。至少我用的这1周下来，基本上没有遇到严重的发热情况。就算是在换机的过程中，温度也就是温温的水平，用起来可比这2年的很多机子好太多了。台积电真行啊！但是呢，其实到这里，这台机子最有趣的地方就已经聊完了，其他的地方也就是一台朴实无华的小米旗舰，系统没有多大变化，流畅顺手没问题，但和之前那些机器也没啥区别，经典没啥毛病，也没啥惊喜。我唯一想吐槽的是，这个协同完全不好用，应用流转就是个低清句子的投屏，还很模糊，有些地方还点不到。开个视频通话直接查看天花板。其他的硬件也只是标准的旗舰配置，甚至有些地方还被小弟踮起脚打。但是实际上看到这个外观，就不难想到这台机子并不是走量的。12S Ultra 为了1英寸牺牲了不少东西，重量、厚度、快充，典型的不推荐，但是我喜欢的机子。其实有个性的手机和好用的手机往往都是冲突的，最有个性的那批手机现在都没了，一版有个性的呢也在帮友商做配件了。而12S Ultra 个性被很好的整合在了一台旗舰机里面，甚至还提升了相应的体验，这是我觉得很难得的地方。当然，我永远不会推荐你买这样的机子，它本身就是属于一小部分人的有趣玩具，就如当年 Find X、1+7 Pro Max 一样。探究意义其实并不重要，它的存在能让市场更有趣，本身就是意义所在了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还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